追早该越权。望雨没骗我，还真不是个俗物。出来吧，那孽畜死了。 看我不把你收回去看门！既然我收走了元神，那这躯体就留给你吧。这2级妖兽浑身上下都是宝，光这皮就坚硬无比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破开它的甲了。 你一个炼气期的小修士，宝贝倒是不少。你不要杀人夺宝了。对你来说是宝贝，对我来说不过是废物一堆。哎，真是乱来！这墨蛟的尖角和爪子都是炼制顶级法器的材料，这么劈可就浪费了。 起来，起来，上一边去。分解妖兽得先取其内丹，太久没亲自动手了，都有点手生了。不过这面子可不能丢。这是什么？胶丹应该是很坚硬的，那这是？便宜你小子了。
地之门即将关闭，弟子们速速撤离。终于结束了。禁地之门即将关闭，弟子们速速撤离。禁地之门即将关闭，弟子们速速撤离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禁地都要关闭了，我怎么睡了这么久？禁地之门即将关闭，弟子们速速撤离。不行，我得赶快走。哎，醒醒！你要睡到什么时候？再不走就晚了。我睡了很久了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门快关了。禁地之门即将关闭，弟子们速速撤离。禁地要关了。这小子怎么办？要不要现在就杀了他，免得他出去胡说八道？你不走啊？那是墨胶的银囊袋，没想到还是只罕见的公胶。任何雌性触碰到它，都会散发出催情的毒物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想必你应该清楚。我们之间发生的事，只是一场误会而已。你就当是做了一场梦吧。我知道。今天的事，你要是敢说，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这个箱子我拿走了，你没意见吧？哦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那这些灵草，血灵花归我，其他的你都带走吧。天灵果，
哎，差不多得了啊，快没时间了。这通道被堵住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有是有，不过我现在拜你所赐，功力全失，所以只能靠你来打开了。啊，功力全失？怎么可能啊？你还说？功力全失啊！快走，出不去就得在这里待60年了。快跑！禁地之门即将关闭，弟子们速速撤离。师徒，哎呀，慢一点，别着急。师祖，快呀！其他弟子呢？快！我那金光砖符宝用这么了子就毁了，是福宝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都重要。财迷。我叫韩立，你叫什么？天黑前你要是再不出去，往后60年你就只能在这儿了。哎，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？我叫韩立，立碑的立。我就随便问问，你不想说也没关系。我叫南宫婉。我叫韩立。你叫什么与我无关。出去之后，你我便是陌生人。南宫婉，有朝一日，若你有危险，我定会来帮你。先照顾好自己吧，不许来找我。时间快到了，禁地要关闭了，应该不会有人再出来了。天还没黑呢，再等等。要是还有人活着，肯定早就出来了。诸位道友，我偃月宗先走一步。韩立。真不容易。你怎么带的队？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。走。看来，这次的试炼确实凶险，竟然折损了这么多弟子。南宫婉，他已经走了吗？
你有什么收获吗？不宜过多，免得引人怀疑。天灵果。 老赌狗，愿赌服输。拿去。回吧。走。你的这些灵草是怎么得到的呀？禀师祖，弟子进去之后，遵循师祖此前教诲，避开争斗，专心寻找灵草。结果，也是在机缘巧合下，碰到了其他几个门派拼杀致死的道友，捡到了他们留下的灵草。 合着你这些灵草是捡来的？运气倒是不错。你过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便记到我的名下，做我的弟子。谢师祖。叫什么师祖啊？叫师傅啊。是。 弟子韩立，拜见师傅。哦，你叫韩立。都上来吧，韩立，到我身边来。一次失恋，就少了这么多人，修仙路。 当真是一步错，万劫不复。没有得意忘形，还在为同门难过，看来倒真是个心性不错的孩子。修仙之路就是这样，有很多不同的风景。既然活下来了，就要想开一些。所谓念头通达，就是这么回事。 这边清源剑诀，你拿着吧，就当是见面礼了。但是只适合练气期用啊，不要多练。以后你若是筑基了，为师再给你另选功法。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有一事禀告。说吧。 在血色禁地时，我遇到了几个灵兽山的弟子，行事鬼祟，总觉得他们不像正派中人。详细说说。我看他们所使的，
大多是独修邪修之术，下手狠辣，不夺灵草只是杀人，连同门也不放过。难道真是那些家伙？韩立，凡事向师父汇报，这个很好。但此事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。是，师父。损失这么多弟子，会不会跟这事儿有关系啊？总觉得你从金地回来之后怪怪的，不是一个人出神，就是对着箱子出气。没有吧？还说没有？好不容易把这箱子拿回来了，又打不开，能不气吗？当初不让你压着修为进去，你偏不。没想到搞成这个样子。那血灵花送给燕家宝了。你忘了，你从禁地出来第一件事，就是吩咐晴儿去燕家堡。算时间，应该也快到了。婉儿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在禁地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总觉得你跟之前不一样了。怎么会功力全失呢？这素女轮回诀也没这功效啊。还不怪那只墨蛟，而且我这次跟他厮杀的时候，还被人断了后路，否则我怎会如此狼狈？那你一个人怎么逃出来的？师姐，我怀疑这次禁地之行有不干净的势力混进来，否则也不可能折损那么多弟子。你是说魔道？而且这些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入禁地，恐怕早就混入七派之中，说不定偃月宗也受到影响了。魔道又不稀奇，他们爱折腾让他们折腾去，只要有你我在偃月宗坐镇，眼下出不了大乱子。可是那些弟子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魔道就算真的要来，你又拿什么跟他们去拼？眼下最要紧的，就是早日恢复修为。那些没有从禁地出来的弟子虽可惜，世事无常，只寄希望于那些活下来的，在未来的修仙之路上，能够更顺畅一些吧。主，郑叔，给少门主报喜。说，少主，您交给小的任务，我觉得完成的还算成功。那些七派的修士啊，不是七派的大傻子，折损近70%，还都是炼气期高阶的啊，绝对伤了他们的根基。所以说还剩30%，
得等着我帮你解决。少主息怒，大善在即，别说3成，就是300成、3000成也不在话。少废话！下，少主息怒。我让你办的事儿办了没？花儿哦，梅子，及格。啊，看来也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多少还都有点用啊。多谢少主赞许。快回灵兽山吧，多挑唆一些七派的大傻子投靠我鬼灵门，最好是助激情。遵命。别吵着把火，要隐蔽。瞧好吧。啊。人才。少主好眼力。血色禁地回来的那2名弟子，在那儿已经跪了1宿了，你还是见见他们吧。找不回血灵花，他们还有脸回来？刘长老，七派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血色禁地已经结束好几天了，按理说，血灵花也该送到了。来人可是燕家堡的接应，我是特地奉衍月宗门主之命来见燕家堡主的。早主，血灵花噻。辛苦阿二了。果然他们也踩到了啊！是谁在我燕家堡的领地撒野？血灵花。别害怕，刘长老，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。堡主，堡主，您还记得鬼灵门那个人吗？他又找到了我们，这次他说能够救少主。您还愿不愿意见他？请。以你筑基中期修为，敢孤身前来，胆子倒不小。为表诚意，在下此来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，送给少主的。薄礼就算了，眼下他最需要的是一味药。血灵花晚辈也有，可它不能治本，且服用之后会伤及根基，恐怕他这辈子都不能跨越结丹期了。
堡主，您当真忍心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还有其他的法子？那是自然，我鬼灵门有特殊功法，比血灵花好用。不仅可以让少主苏醒，还可以彻底根治他的眼疾。黄口小儿，就算我再着急，也不会乱投医的。少主的状况不会更差了，堡主大可让我先试试，如若无效，再用血灵花救治，不迟啊。说，想要什么条件跟我交换？燕家堡的友谊。血色金帝总算是活着回来了。韩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听说血色禁地死了不少人。没错。修仙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？弟子们为了筑基丹送了性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世间许多好景色，你就替为师去看看吧。这就是修仙之路啊，在这条路上，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。这么想，倒也是。不过，你能完好无损的回来，真好。运气好。莫老啊，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你说的意思了。之前啊，他还管我们叫师叔，现在做了师傅的小徒弟，但要喊我们师兄师姐了。我们降辈分了。我宁愿他管我叫师姐，师叔不是把人叫老吧？哎，好像有人比我们先到嘛，还挺亲密的坐在一起。哼！哎喂，你别告诉我你吃醋了。对，我吃醋了。轩儿跟你可没有半点关系啊。怎么没有关系？韩立，听说师傅收你为徒了，那以后咱们可就以师兄弟相称了。哎，小师弟，我可要来找你约架啊！小师弟，听说你在血色禁地里辛苦了，好好调养一阵子啊。用心修炼，别给师傅丢脸。我叫韩立。烦死了！赵将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接单？我叫韩立，你叫什么？哎，
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？我叫韩立，立碑的立。烦死了！出关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给杀了，然后再给你立个碑。既然1颗筑基丹不保险，那我就炼它10颗、20颗。等灵草成熟的这段时间，我要尽快修到13层。我这脚还没沾地儿呢，这席咋就摆上了？蒙古，这不是等着跟你接风的吗？别扯犊子，他还能那么稀罕我？那确实。大侄儿来了，你可真会赶趟啊！来得正好，宴会刚刚开始。这是谁的庆功宴啊？当然是我和你姑父的呀。我们在江国首战告捷，拿下江国，说齐国也指日可待。接下来就是越国。老姑，越国是我的。哎呦，越国是我的。不就是在血色禁地杀了几个练气的弟子，瞅给你嘚瑟的。您手握5万精兵，死乞白赖累够呛，才打赢这么一仗，回来还吃上席了。所以说论脸皮厚呢，大侄儿的确拼不过他老姑。大姑，没生气，那这儿没有恶意啊。那就是。对了，听说你最近老往燕家堡跑，怪不得放不下越国。不会是看上人家的女儿，想去倒插门做个养老女婿吧？他怎么知道燕家堡的事儿呢？少不息怒啊！恁姑的野心遍布天南大陆，都算俺俩可以不说，恐怕也瞒不过咱。那就是。好，我明白。但是这种事儿，我有嘴，以后让我自己讲行吗？记得把你那个嘴能闭眼就闭眼了。中，那就。还有你们俩这个官话啊，能不能稍微给我小心那么一下？这一带你们去燕家堡，你在这儿啊，我中啊，你在哈乔斯去，都什么玩意儿？紫红花终于成熟了。炼药的药材有了，储鸡丹的丹方也有了，有这些，足够可以炼10几颗筑基丹了。
终于修到13层了，就只差筑基了。紫红花、天灵果、玉髓枝，身在世家就是好。陈师姐虽然在血色境地并无斩获，却也靠着家族的力量得到了2枚筑基丹。对他们这样天生的修仙者来说，或许2颗足矣。但以我灵根的资质，起码要准备10颗以上的筑基丹，才有机会一搏。成功了，品相也不错。先来2颗试试。这筑基丹药劲儿也太大了吧！这是过了多久了？身上暖洋洋的，是残存的药力吗？再来。伐毛洗髓，以筋断骨，凝气为液，视为筑基。这也太疼了吧！叶如烟，本座可是费尽了心思才走到这一步，莫要让本座失望啊！
直对燕儿有效。他说只要答应他的条件，燕儿很快便能醒过来了。他的条件是求娶燕儿。不可，此人万万不可相信，更不能与他结亲。长老，你这是何意啊？那人不是你带来的吗？堡主借不说话。当时一位属下看到他为燕儿小姐医治时使用的功法，那功法邪异无比，欺人功力，有违天和不说，恐怕还会有无穷后患。不要再说了，长老之言我向来尊重，但是这回我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堡主，堡主，此人见过少主一面便提出求娶，那是趁人之危呀！他对我燕家堡定有图谋，还望堡主三思。刘长老，你以为我为燕儿而不顾整个燕家堡吗？我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燕家堡的未来在打算。其他派存在的根本，不在弟子和资源，而在隐士在门内的元婴长老。元婴之下，皆是蝼蚁。燕儿身具天灵根，整个燕家堡只有他有机会跨入元婴，想跟气派平起平坐。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！刘长老，这个道理你不清楚？堡主立意已决，我也不便多劝，只求堡主缓一缓，容我带人去探探他的底细。就是平民嫁女儿，也要探探夫家，不是吗？好吧，但是燕儿等不了太久，你火速去办吧。是。刘长老，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之前不是这么说的。算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算盘上的珠子。我们可是说好的，我替你在堡主面前美言几句，你给我1000灵石。您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我就是问我的灵石呢？不用紧张，灵石早都给你备好了。拿了你的灵石，我们算两清了。我马上离开燕家堡，接下来你们要做什么，和我无关。慢着，这么急着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您不会是去给7大门派报信吧？堡主，刘长老前往会见那人数个时辰未归，恐怕已经遭遇不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堡主，要不要我去？退下吧。
出来吧。名不虚传啊，燕堡主，不愧是燕家堡100年以来唯一的接单修士，这神识之强大，晚辈佩服。我看，不管是医治，还是求取燕儿，都只是投石问路。说说你的真正来意吧。燕堡主，可还记得100年前之约？当然，若不是顾念旧情，你以为我会容你活到现在？看来燕堡主还是个念旧情之人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不续上这段渊源，让燕家堡赶快回归我圣门？家父可是对堡主这样的高手渴慕已久啊！哼，笑话！我燕家堡早已经在越国安家，既然300年前已经从鬼灵门分立出来，就没想回去。堡主可能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晚辈的意思是，这七派在越国横行霸道太久了，若是圣门愿出手，助堡主成为未来的越国之主，那就也不必为了一株灵草低声下气的求人了。实不相瞒啊，我六宗早已集结大军，不日将会攻来，区区七派，弹指可破。只是这燕家堡地处边境，首当其冲，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战端未起，鹿死谁手还有未可知。要我现在就下注，令尊是否有些拖大了？更何况，王天谷子女无数，他的妹妹红粉还在，这鬼灵门的事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燕堡主，这不仅是家父的意思，也是晚辈自己的意思。您看，百年难遇的安灵根，不错。燕少主身具天灵根，而王禅身具暗灵根，正是双修血灵大法的上上之选。且凭我二人资质，莫说结丹期，就算要进阶元婴，也大有可能。堡主可以试想一下，未来燕家堡有2大元婴坐镇，势必会凌驾在7派以上，而且晚辈答应堡主，未来我和嫣儿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下一任鬼灵门与燕家堡的共主。你说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？鬼灵门，王禅志在必得。可在下比家父和我那红粉姑姑，更需要燕家堡的友谊。还望堡主成全。
韩立，莫非是他？最后一刻了。韩立，一定要成吗？一粒金丹吞入腹，是知我命不由天。多筑基丹残存的药力，不马上消耗掉，身体会被撑爆的。清源剑诀。这是成了，而且清源剑诀也修到了第4层。我这个伪灵根出击了，只剩1颗筑基丹了。陈小倩，你哪还有什么功夫胡思乱想？不能再辜负家族的期望了。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！怎么了，呆子？我看不下去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呀是看不下去你了。我怎么了？你成天到晚就知道看着天空发呆，盼着轩儿师妹飘啊飘啊飘过来。你还说我呢？那你呢？成天看着三师兄？我哪有成天看三师兄？嗨，我真的不知道谈情说爱有什么意思。那有这功夫，还不如拿去修炼呢。看那边，看来谷中又添了一名，不，是2名筑基弟子。太好了！许师伯，方才此处有道流光出世，可是还有人跟我一同筑基成功。那是韩立。没想到，他也筑基了。哎呀，这个伪灵根啊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刚走，你晚来了半步。他这个人呐，你怎么也这么着急呀？韩立，韩师弟，等一下。陈师姐。韩师弟，恭喜你啊，筑基成功！也恭喜你啊！哎，那天是你救了我，对吧？师姐在说什么？就是血色禁地之前，是你杀了陆师兄。师姐不要说笑话，陆师兄乃是谷中炼气期的翘楚，我怎么可能杀掉他呢？可是血色禁地那么危险，你都平安出来了，
还被李师祖收作弟子。侥幸而已，在下还有事，告辞。哎，既然你救了我，为什么你不敢承认？望尘丹吃少了。就算你不承认，我也知道是你。你有没有感觉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在跟你拔罐，将你身上所有的寒气、湿气、黑气、霉气，什么气都没了。你这肯定不对，之前那小子给我弄的好像不是你这套流程啊。如果你可以，你来呀！我要能弄，还有你吗？哎，马师傅。啊？吴师叔，哟，你筑基了？啊，你小子可以啊，筑基成功了，好样的！托马师伯的福，要不是您当初让我看守这药园，弟子也不会有今天。那你现在呢，应该改口，叫我马师兄。因为你筑基成功啊，那我这个药园就容不下你了。赶紧休息休息，去找你师傅啊！去啊，去啊！快去吧。都说筑基以后，所见大不同，可此刻我眼中，只有熟悉的风景。百药园，我不会忘记这儿的。走了，走了。上来吧。哎，你这个稀松二五眼的样子怎么行啊？端端正正的再走一次。重来。上来吧。弟子韩立见过师傅。拜师礼呀，你不给师傅跪拜吗？弟子韩立见过师傅。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师傅。照规矩啊，在拜师前要先试试你的本事。韩立资质平庸，还请师兄师姐手下留情啊！哎，你不用紧张，就是过过招。能听懂这箫声的意境，就算你过关。闭上眼。睁眼吧。你听出什么了？
无声胜有声。过关。这筑基之后啊，便能发现万事万物中的灵力，相当于五感多了一感。你要谨记这一点。谢师兄提点。到我了，不许伤害这只小鸟，但要让它飞不起来，就算你过关。师姐心地善良，师想让师弟帮你放生吧。好吧，看在三师兄的面上，算你过关。好了，到我了。你要是能躲过我3个沙包，就算你过关。来啦！行，算你过关了。跟你说啊，修炼归修炼，但不要忘了锻炼筋骨，又长寿又不动，不就变成乌龟了？那到我了。够了，武轩，不够，他的本事不止于此。第4层。清源剑诀第4层之后，能瞬间释放护体剑盾。剑诀上说，若遭遇攻击，此盾会自动反击剑。你把清源剑诀练到第4层了？你不知道此功法只能修到第3层吗？韩师弟修行时可觉得有什么不妥的？到了第4层，修行的速度一下就慢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所炼化的灵力会偷偷的消失掉。看来是开始散功了。散功？清源剑诀修炼进入到第4层时，每隔数日会出现散功的现象。师傅将此功法交给我的时候，也没跟我说这些啊。韩师弟不必太过惊慌，你修到第4层，应当只是散去1/10；若是再多修1层，则再多散1/10。这也太多了吧！我苦苦练至第4层，那岂不是适得其反吗？这套功法虽有缺陷，但也有独到之处。听闻修炼这套功法，每练1层，便会起到扩筋斩脉、深邃丹田的奇效。之后你的法力也会比同期修士深厚得多。是啊，说不定这才是此功法散功的妙处所在呢。可惜这功法不全，门中就只有此功法的前9层。这怎么办？师傅，韩立来了。来了。哦，马上来了。稍等啊！弟子韩立见过师傅。哎，算了，起来，太麻烦了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咱们修仙之人啊，一切从简啊。小子，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理化园的徒弟了啊！望你日后勤修仙道，不要弱了我理化园的名头。是，师傅。其实这个修仙呀，它就是逆天而行。你看看你啊，如今你依靠筑基丹，洗髓易经，肉体与凡人已经迥异了。但是想要更多的突破，就要修心养性，完成由内至外的改变。请师傅赐教。凡人啊，都有7情6欲，所以呢，他们会生出执念。若是心思板结，就会影响境界，影响突破，横生心魔。严重的话，会导致大跌境界，乃至陨落呀。哦，师傅的意思是舍弃7情6欲最重要。
不，你看，我一猜他就这么想啊，不对，所谓修仙啊，要的不就是逍遥自在吗？啊，你若是把七情六欲都抛掉，那岂不是跟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了吗？但是，真正的逍遥自在啊，实在太罕见了，所以就得要求我辈知进退，明得失。即便做不到随心所欲，也可以念头通达。念头通达？哎，这4个字很重要啊！念头通达。哎，你可以问问你的师姐师兄们啊，你师傅我就是靠这4个字成为了黄风谷第1结丹修士啊！拜见洪福师祖。师姐，那个我刚才说的是第1结丹男修士啊。我来找你们师傅说2句话，你们先说，我不着急。啊不，说完了啊，小子，你现在已经是筑基修士了啊，可以自行开辟洞府。你们几个带他到宗门内，领取后山地图，还有洞府的阵法啊，快去。是师傅。师姐，就2句啊，啊，也可能是3句。你看，你来，师傅，弟子告退啊，去吧。师祖，弟子告退。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快去吧。告退。这傻小子你。哎，师姐，你说。清虚门那边传来消息，福音子经过1年的调查，发现禁地中生还的弟子，有1半都提到灵寿山有问题。这个灵寿山300年前来自于魔道6宗中的玉灵宗，所以他们跟魔道有染，很有可能啊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上次提议改禁地开放时间，口口声声说魔道在哪儿的，也是灵寿山。我当然记得。这样吧，瞎猜也没用，把他们约过来，一问就清楚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走了？哎，还真就2句。我精心操练的拜师礼，就这样草草收场了？这师傅到底行不行啊？这看上去也不像世外高人啊。念头通达，念头通达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师弟，别琢磨了，念头通达这4个字，不是光靠琢磨就能明白的。师傅说的太高深了，可否请教一下师姐？念头可大可小，每个人所求的东西不同，心中的念头也就有所不同了。对了，至于你3师兄，他的念头啊，就是杀进邪道；武轩的念头呢是宣儿师妹，魏娘的念头啊就是……哎，你别胡说啊！至于我的念头啊，就是和你打一场啊！师兄，我打不过你的。那你要加油啊！等你啊！其实韩师弟啊，你也不必太过纠结。念头通达这4个字啊，说起来容易，但你看咱师傅他老人家。洪福师伯说：“我来给你说2句话。”就2句？你这个傻小子，这么啰嗦，还不快走？啊！哎，你这傻小子，你快走！说你呢？说你呢？你还不知道呢？如果在修道一事上做不到心无旁骛，又如何做到念头通达呢？
婉儿，恭喜你，终于重回结丹了。修为还是亏空不少，都怪那个厉碑的。厉碑？啊，我是说，门内的小辈们最近有没有好好修炼？婉儿，我总觉得你从血色禁地出来之后就心事重重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在禁地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叫韩立。滚！滚！不是，光。今天的太阳光挺不错的。你呀，既然你这么关心宗门，正好去理一理闭关期间的宗门事务。你刚恢复结丹，心境还是不稳定，产生心魔可就糟了。好了，就知道你会来。虽说有小绿瓶，丹药倒是不缺，可是这时不时的散功也太麻烦了。还有师傅他们说的开辟洞府，是怎么个开辟法？去找吴师叔问问吧。气死我了！这个韩立，若是不除了他，早晚产生心魔不可。师祖，什么事？黄风谷传来玉简，礼花园修士相邀7派结丹长老共商大计。知道了。共商什么大计？无非又是找人打麻将去吧。那个吃食倒是挺好吃的。不错，以此为由，师姐也不会阻拦我。不光是为了吃的，正好去趟黄风谷，看看那小子有没有乱说。若是他乱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，早晚得给他立个碑。师叔，现在叫师兄就行了，叫习惯了。当初入谷时，属您教我最多，要不是您，我恐怕连血色禁地我都不敢去。就这样叫吧，师叔。叫什么不重要。上回您在百药园看您在研究艾灸，这2瓶丹药可以除湿排寒，更方便。之后您要是想真爱，随时叫我就行。多谢，这也是有心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在谷中开设洞府的地方找好了吗？谷中发的阵法是万万不够用，这里面的门道可太多了。但是这个啊，我还真帮不了你。你去万宝楼找灵兽。灵兽，他能帮。李公子果然是好眼力啊！这个呢，这个是刚刚突破2阶的双瞳术。找草药、偷灵石、寻秘境，样样在行。寻秘境。多少灵石啊？不少。就他了。看，真不少。
哪儿啊你？哎，能不能找一个好洞府，就看你的了。哎，你就不能好好的走一条正常的路吗？花那么多灵石，是让你来帮我找洞府的，洞没找着，还得找你。小家伙，还真让你找着了，躲好了。真够黑的。哼，还有棵树，真是别有洞天。灵眼之拳。行，你立功了，还好没让我浪费灵石。这天然灵泉真是世间罕见，作为修炼洞府最适合不过了。来，奖你一个。灵草，这儿怎么会有灵草啊？哎，以后我可以在这儿悄悄种灵草，不被人发现。韩立的小宝园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停！给我停下来！
我跟你说了，这玩意吃多了会上火。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，听到了吗？赶紧吐出来，吐出来！来来来。有灵泉，还有灵草，真是个修炼的好地方啊！哎呀，好地方，好地方。你也想睡会儿？哼，真行啊你！你可真会顺杆往上爬。可以了。防御阵法。试一下，大功告成。现在呢，我得好好规划一下。首先，我得有个睡觉的地儿。床。 可以。不错，真不错，可以在这儿喝杯茶。行了，刚才已经喂过你了，别弄它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看来吴师叔说的对，白送的阵法靠不住。 真的靠不住啊！这好的防御阵法去哪儿找？哎，让一让。元武国。 你越过也不远，还挺近的。要不我去元武国走一趟？别跟着，好好看家，别让他进来，啊！好，成交！恭喜这位道友获得此宝，请这位道友到交易处领取宝物。这元武国虽小，却有不少阵法和炼器匠师。这拍卖会上，兴许能找到布置阵法的好东西。而且，先出手些东西，探探今日这些来客的成色。诸位客官。 现在我们开始竞拍，竞拍价500灵石起。我出1000灵石，1000灵石。我出1200，1200，1500，1500，2000。我出高阶阵法1套，换此灵草。高阶阵法，那可得值几千灵石啊！是啊，这位道友，真的有高阶阵法？有，但还不算完全成型。哎，那个谁？ 你那个就是个残次品，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吧！我出2000， 2000， 3000， 3000，还有喊价的没有？3000一次，3000两次，3000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道友。
请到交易处领取宝物。诸位客官，我们继续拍卖。下一件拍品。 奇了怪了，就是往这儿跑了呀！哎，你有没有看个戴斗笠的年轻人，瘦瘦高高的？先了啊，追！这个阵法真不错。若我能有这么一套阵法，那小动物们就不会进我的洞府了。方才感谢兄台出手相救，帮你呢是有条件的。若是阁下也打我背后阵法师的主意，那就请回吧。千年灵草，你想要吗？云霄阁。 云霄是我的名，我姓齐。那株黄金枝是你的，你不是已经卖了吗？谁规定的？我就只能有一株啊。也对啊，那太好了，能否让在下看看？这样吧，你是买卖人，咱们在商言商。 你亮出一件这儿的高阶宝物，我就把我的黄金枝给你看。这儿的宝物，兄台没有看上的。好，兄台，请随我来。阵法画的真不错，这个也不行。这个是……哎，不能碰，是炼器。这些阵法都是你绘制的？我专攻炼器，阵法是另外一个人的手笔。兄台，你稍等一下。 兄台，你看这颠倒五行阵如何？颠倒五行阵，就是刚才爆炸的阵法。刚才爆炸不是因为阵法不行，是我灵石不够，无法充能。我的颠倒五行阵是个半成品，只能发挥1/5的功效。但是即便如此，这也是1等1的防御阵法，抵挡筑基中期的攻击。 也是没话说的。这修好了会怎么样？修好之后，给一个小型门派当一个护山大阵，也是绰绰有余的。一株千年黄金枝换一个小型的护身大阵，倒是划算。你这阵法是个残阵。哎，兄台，请留步。 5年，你给我5年的时间，我一定将此阵修复如初。我绝对不会让你用千年黄金枝换一个残阵的。哼，
兄台，不知您对炼器可否感兴趣？哼，你的意思是要教我炼器之术？实不相瞒，家族乃是神兵门内的一位长老，我的这些本事都是他教的。做法器，算是我的强项。哦，我还有一物。云霄心经，是我这么多年根据自身心得编撰而成。除了这颠倒五行阵，我愿意违背祖训，将此法赠予前辈。只因在下实在是需要那千年药草做药引来救命。这样，我这刚好有几件材料需要炼化，就请你帮我炼制几道法器出来。至于这心经嘛，要是齐兄能将颠倒五行阵修好，我不会打开此书一页。你看如何？那千年黄金枝呢？你要这千年黄金枝，应该是去救人吧？你愿意不惜代价与我交换，足以证明你的诚意。人命关天的，我不会不给你。好了，我已将此书封印。你要是想好了，可以将灵力注入其上，即便是我，也无法翻开。日后，齐兄要是真能兑现承诺，我一定将此书原封不动的归还。兄台如此信任启谋，在下定当全力以赴。成交。兄台，你按照玉简上面的内容操作即可开启阵法。虽然其中迷惑感知的功能还不完备，但是如果只需要防御的话，一定是够用的。只是什么？这阵法一共18分阵盘和一主阵盘，阵旗已有36杆。以大小周天分布，辅以河图洛书之术，先天八卦之象，布置起来颇费时间。若是能多些时日研究，兴许可以简化一些。无妨。接下来，该和齐兄谈谈炼器的生意了。这些是2阶墨胶的外皮。尖角、獠牙，还有毒液。这些可是炼器师梦寐以求的高阶材料啊！你只看一眼便能认出，看来我没找错。不知需要多久啊？半月足矣。韩兄放心，这些东西足够做好几件高阶法器了。哎，对了。齐兄，我叫韩立。好，这个好。成了，不错，成了。难道是步骤错了？
这事还真不能拖大，早知道和秦云霄问清楚了。这下得白药后取法器时再问了。叶飞，你当初既然诈死，就该一辈子隐姓埋名，何必再联系什么救母啊？叶飞也是你配叫的，当年在千竹教，你还得叫过一声少主。好，就当顾念旧情。只要少主肯将早年偷出的大眼诀第一卷交出，我可为你在教主面前说些好话，饶你不死。大眼诀第一卷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永远是那么天真，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刚才他说千竹教，可恶，这种印记！什么人？出来！看来他有同伴，得赶紧走。什么奇怪的东西？什么情况？死了？神，这位道友，只要你肯再找个躯体让我夺舍重修，在下愿意把本门秘法大眼诀传授给你。一本残缺的功法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能控制些傀儡吗？这功法能够开拓神识，修炼得当，能同时操控上百只傀儡，100只。然后呢？还可以提高结丹几率。还可以提高结丹几率。别伤我心吧！不行。你的运气不好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夺舍的人了。还真是今日。应该也是要用千竹教的秘法来操控的，会不会是他提到的大眼诀？要是有机会，一定要拿到。
才是天竺教的主人。大眼诀、千丝诀，都在我手上。不行，表情不行，他们总会找到我。你赶紧想办法。哎，刚刚这明明是个木头，怎么是少主？少主好。钟无，钟叔，以后跟着我吧。钟无一定誓死效忠，如有虚言，天诛地灭！天诛地灭！来，拿着，这是让你招募的7派筑基期修士名单，就按照这名单上的人，给我一一招揽。事成之后，咱们燕家宝见。燕家宝？恭喜少主！如此看来，越国可谓大门洞开，少主大业必成。是洞门大开。记住，洞门大开。应该是门户洞开吧？哎，这就是个木头啊！韩兄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看这个，是我用墨胶胶旗和尾部炼成的飞行法器。虽然没有什么防御功效，但是速度却是极为惊人的。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取名字呢。这墨胶胶旗蕴含着风系法力，同阶之内很少能有与它竞速的法器。圣风舟，叫它圣风舟，如何？快哉如风，好名字。韩兄，再看看这些，这是乌龙铎，是由墨胶獠牙炼制而成的。这是白磷盾，是墨胶身上最坚硬的外磷所制。还有这个，墨胶毒液凝结而成的清火杖，定能助韩兄出其不意。齐兄居然真的能在15天内感知出这么多法器，在下佩服。还要感谢韩兄当日给我的千年灵草，如茵的病情才能有所好转，我才能安心的炼制这些法器。如茵，齐兄不惜违背祖规，要救的应该是你的心上人吧？嗯。哎，韩兄应该也有心上人吧？圣风舟，哇！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
就是你要找我们家少主，有话快说。大下雨天的，还挺冷的。这天说变就变。那天主教在我身上下了印记，他们会一直追杀我。如果鬼灵门能庇护我，我愿献上黄风谷地图作为交换。算你聪明，可算找对人了。天主教。大哥真棒，我大哥可厉害了。毛吧。啊。你可不许诓我啊！不会不会，这个事儿很好操作，是不是？那么，放心吧，兄弟。有人，快跑！没想到，你不仅是魔道的奸细，还是天主教的人。老叶，这些年你隐藏的太深了。老吴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这些年，你一直挡我的财路，我早就该弄死你。原来你是这种卑鄙小人。我定与你势不两立！杀了他！去告诉掌门，他是奸细，和华中城灵寿山门人的魔道有勾结。完了，给他陪葬吧！吴师叔，快抓住我！ 给我打下来！师叔，挺住，前面就是我的洞府，那有丹药可以救你。不用管我。
去告诉宗长们，魔道在棋牌中安插了奸细，幸运的就是其他门派估计被渗透了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连营外合。还有，一定要小心李守山。别说了，保你的命要紧。放弃吧，这阵法护不了你。今日你难逃一死。这里就算再隐蔽，也是黄风谷境内，高手如云，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吗？你死到临头了还在挣扎呀？给我杀了你，给我爆！ 1/5的功效，就能有这样的效果。完整的颠倒五行阵就能完美无缺了。今日若能活下来，一定要把这阵彻底修好。小子，你这阵法有点能耐啊！若你肯献于老夫，今日便饶你一命。小雪，磕个头，我教你。找死！ 韩立，这阵法已经开始破裂，你坚持不了多久了。梦里有梦的碎片，细雪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，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，不如怀念。总是往事都如烟。 回首荒唐不忍言，喧嚣红尘，寂寞书卷，挥去了流年之妄言。
我琴弦，相逢泛起又见炊烟，似天边流入眼帘。回首已在山巅，已忘了世间是昨天。